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颠覆传统认知的真实案例。当我们谈到自然保护区或者是生态保育的时候，多数人的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通常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原始林，或者是国家级的巨大国家公园，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每天有成千上万名师生频繁活动、正常运作的大学校园，竟然成功转型，并且获得了国家官方认证的自然生态保护区资格，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绝对不只是一个关于保护小动物的温馨环保故事，这是一个将日常营运资产巧妙转化为高价值自然资本的顶级商业与管理示范。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拆解日本顶尖学府，也就是庆应艺术大学，看看他们是如何将校园变成了微缩的永续生态系，并且为全球企业的 ESG 转型提供一套极具参考价值的完美实战蓝图。为了让大家彻底吸收这些硬核知识，我们今天的这份知识拆解会分成几个明确的阶段。我们会先走进庆大生态奇迹的背景，接着对比传统保育与 OCM 的差异，再来剖析科技驱动的生态审计与校园循环经济，然后看看南山路情的森林富裕案例，最后我们会为各位萃取出专属于企业界的高含金量实战启发。第一部分，庆大生态奇迹。我们先把焦点放在这个生态奇迹的发生地，来看看湘南藤泽校区的里山环境。对于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来说，有历史人物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大学绝对不陌生。而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位于深南江县藤泽市的湘南藤泽校区。这个校区位处于自然环境保留的非常完整的里山地带，整体的占地面积超过30公顷。在这个广大的校园当中，校方做了一件非常精准的事情，他们将建筑物与保留道路的面积彻底扣除之后，精确地计算出剩下来的森林与草原总面积达到了20.2公顷。接着，他们将这20.2公顷的土地正式向日本环境省提出申请，并且成功获得了日本官方的 OCE7M 系统认证。各位要知道，这代表着一个活络运作的校园中，有高达2/3的面积被国家承认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彻底证明了一件事：人类的高频率活动与高度自然保育是能够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完美共存的。重点来了，第二部分，我们要厘清传统保育与 OECM 的核心差异，这也是思维升级的关键。过去几十年来，企业界在思考保护环境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迷思。我们总认为开发就是破坏，而保护自然就必须把土地彻底封锁起来，不让人靠近。但这种老旧思维在现代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所谓的 OCEM 全名是其他有效区域保育措施，它的核心逻辑非常直白，而且具备强大的颠覆性。OCEM 明确定义了，在传统的国家公园之外，只要一个区域的经营管理模式能够在维持其他土地使用目的的同时，有效的且长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就能被认定为保育重镇。这意味着自然保育的战场已经正式从无人的荒野转移到了我们身边正在运作中的厂区或者是大型教育机构。这就是将自然正向发展直接嵌入日常应用的最核心概念。让我们进一步用逻辑来对比这两种模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通常是高度孤立的，他们由政府官方单位投入庞大资源去专职管理，严格限制任何商业活动进入。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隔离式的保护。但是 OCEM 模式完全不同，它强调的是一种整合式的保护。土地被赋予了双重甚至多重的用途。一块土地，它可以同时是企业的研发中心，也可以是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而且，管理者不再受限于政府单位，它可以是地方社区、私人企业或者是教育机构。这对于拥有广大厂房与闲置土地的台湾企业来说，是一个极度重要的战略启发。你的营运资产，只要经过正确的管理，就能直接转化为国际认可的生物多样性避风港。第三部分，科技驱动的生态审计，我们来看看庆应大学是如何将校园化身为顶级的露天实验室。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既然要获得国家级的认证，
你绝对不能只靠拍几张漂亮的风景照就去申请，你必须拿出铁一般的科学数据。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庆应大学的研究团队持续对这块土地进行深度的生态系统监测与审计。根据这份长达10年的科学调查记录显示，在这个每天有大量学生走动的校园内，他们总共确认了高达570种不同的生物共存于此。这570种生物横跨了各个主要的生物分类，包含了哺乳动物、两栖类、爬虫类、鸟类以及数量庞大的昆虫类。大家想想，在距离东京不远、高度发展的神奈川县，居然能够维持高达570种生物的多样性，这份数据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而更令人震撼的数据是这一个，在这570种被记录到的生物当中，有高达71种生物实际上是被列入神家县甚至日本国家级红色名录的濒危物种。这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些非常稀有、特定季节才会开花的野生兰花。这71个濒危物种的确切数据，直接赋予了这个校园无可取代的生态价值。这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只要提供合适的环境与低干扰的维护方式，即便是人工规划的校园，也能够成为保护珍稀物种最后的方舟。这种将普通校园转化为物种基因库的实力，正是他们能顺利通过国家严格审查的绝对关键。在收集这些生态数据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展现了极高的科技含量。他们不是只靠肉眼去算，他们导入了搭载光达系统的无人机，从空中对整片校园森林进行高精度的 3D 建模。同时，他们也在地面架设雷射扫描仪器，形成空中与地面的双管齐下。透过这些精密的立体数据，研究团队能够非常精准地测算森林中木质生物量的体积。为什么要算这个？因为这精准连接了现代企业最关心的2大 ESG 核心：近零碳排与自然正向。透过计算木质生物量，他们可以准确估算这片森林为校园固定了多少二氧化碳，用科技把生物多样性转化为可量化的碳汇数据。这正是现代企业必须学习的顶级生态审计技术。第4部分，校园内的循环经济。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化危机为转机，将枯木转化为营运资源。其实自然环境并不是放着不管它就会自己变好。近年来，日本各地的森林面临着一种非常严重的外来病虫害，称为橡树枯萎病。庆大校园内也有许多树木遭到感染而枯死。遇到这种情况，传统的做法就是花一笔钱，请废弃物处理公司把木材运走烧掉。但团队选择了更高明的做法，他们成功在校园内部打造了一个微型的循环经济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3个清晰的步骤。第一步，校方主动修剪或砍伐被感染的橡树，从源头防止疫情扩散。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们不再花钱清运废弃物，而是在校园内购置了专门的设备，将这些病死的木材进行高温碳化，转换成生物炭。第三步，学生们在校内的蔬菜农场，将这些生物炭当作高品质的土壤改良剂，重新拌入泥土中。这套做法不仅解决了生态危机，替学校省下了庞大的清运处理费，还透过生物炭将碳元素永久封存。这完美示范了如何将生态危机转化为营运资源的封闭循环。我们继续聊下去，第5部分，南山路情的森林富裕。这一步验证了科技监测系统的高度可扩展性。其实，庆应大学的生态影响力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他们的主校区之内，他们在日本全国各地还拥有几处林地资产。其中一个最具指标意义的区域位于日本东北的宫城县南山路町。大家都知道，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毁灭性的海啸，当时南山路町的灾情极其惨重。而庆应大学在这个地区拥有一片面积高达64公顷的内陆山林。在灾后漫长的复兴期间，这片林地成为了观察自然生态恢复力的重要据点。大约在3年前，学生团队开始将无人机与红外线自动摄影机带到这里进行部署。到了今天，他们已经成功验证，并且记录下当地极度丰富的内陆生态系统。这个举动为这套科技生态监测系统的标准化与可扩展性提供了非常强而有力的科学背书。透过每年定期的科技监测，这64公顷森林的真实生态数据逐渐明朗。根据红外线自动相机的长期追踪分析显示，
团队明确记录到了14种不同的野生哺乳动物活跃于这片森林之中。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14种哺乳动物当中，包含了一种流浪家猫。研究团队对此提出了科学警告，认为这种外来的掠食者可能会对当地原生的生态平衡造成潜在的威胁。此外，在鸟类生态的监测方面，由于这块林地误处于纯粹的山区，缺乏大型水域，因此几乎没有水鸟栖息。但是，即便在这样受限的自然条件下，团队依然记录到了超过60种以上的鸟类。这些扎实且客观的数据，再次验证了这套生态审计系统的高效与准确度。第6部分，企业实战启发，这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我们要把这些学术经验正式转化为你可以带走的 ESG 策略。了解完前面的学术实践之后，我们必须把思维拉回到残酷的商业现实面。首先，我们来看策略的扩张性。清大在成功将主校区推上 OCEM 认证之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准备将这套框架向下延伸，推广到他们体系内的附属高中、国中甚至小学。这个举动向所有的企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度强烈的讯号：这套生态认证系统是极度灵活的。它不仅适用于占地几十公顷的大型腹地，它同样可以向下相容各种规模与不同类型的资产。这代表着，无论你的企业拥有的是巨大的工业园区，还是分散在各地的办公大楼，你都有机会将周边的绿地资产纳入这个国际认可的自然正向框架之中。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看到了非常美好的生态愿景，但也必须面对最现实的挑战。一个极度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机构到底要如何确保拥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来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日常管理？你必须明白，获得国家的 OCEM 认证，并不是拿到一张会自动生钱的长期饭票。国家给了你认可与荣誉，但并没有给予维护这一切运作所需要的庞大预算。除草、修剪病虫害树木、维护科技监测设备，这些全部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如果缺乏稳定的财务支撑，再美好的环保计划都会因为资金断裂而沦为无效的纸上谈兵。针对这个最核心的预算痛点，负责该计划的教授给出了一个极度务实的结论。他强调，为了确保生物多样性友善的维护能够长期延续，与企业界以及各种多元组织进行成功的跨界合作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各位，这对台湾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知道，许多科技大厂或金融机构手头握有庞大的 ESG 预算，他们急需寻找具备公信力，而且能够产生科学数据的绿色专案来进行投资与永续揭露。而像清大这样具备土地资产、拥有专业监测技术的机构，正是企业最完美的合作伙伴。企业出资赞助，机构负责执行落地，双方共享自然正向的绿色影响力与 ESG 绩效，这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商业模式。让我为各位总结这套实战蓝图的4个具体步骤。第一，全面审计你现有的土地资产，重新评估厂区内的非建筑用地潜在价值。第二，导入具备科技含量的监测系统，像无人机与光打，彻底摒弃过去那种凭感觉的环保作为。第三，在营运场域内建立封闭的物质循环流，将处理废弃物的成本转化为创造价值的资产，就像他们制作生物炭一样。第四，主动寻求跨界合作，透过资源互补来确保专案的长期存活。这就是一套从概念到落地的完整 ESG 实战蓝图。在你关掉这份知识拆解之前，不妨思考一下，你们公司现在采植的这块土地，是否也隐藏着尚未被发掘的生态情况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自然保育不再局限于荒野，企业可以透过科技监测与循环经济，将日常运营资产转化为高价值的自然资本。跨界合作更是确保生态永续与达成 ESG 目标的双赢关键。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